1982年，底特律，这座曾经是全世界汽车之都的城市，正在经历历史上最惨烈的崩塌。通用、福特、克莱斯勒三大车企同年合计亏损20亿美元，全行业26.9万工人无限期待岗，4年内共流失41万岗位，底特律陷入史上最严重失业危机。而与此同时，太平洋的另一边，日本工厂正在全速运转。那一年，日本汽车在美国的市占率突破22%，每卖出5辆车就有1辆来自日本。美国人开始问同一个问题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答案只有一个词。想象一下，你是1960年代的丰田，你需要刹车片、变速箱、电子元件、钢铁、橡胶。你可以像美国车企那样全球找最便宜的供应商，每次重新谈价格，或者你可以做一件不同的事，和供应商建立家人一样的关系。丰田持有 Denso 的股份 ，Denso 持有丰田的股份，双方不签死板的合同，而是一种默契。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，你的利润是我的利润。一辆车从零件到成品，丰田只需要2天，同期通用需要5天。1975年，日本汽车年产量首次超越美国，成为全球第一生产国。日本半导体全球份额一度超过50%，日本汽车占全球销量30%以上。到1980年代末，日本 GDP 已经跃居全球第2，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。有人预测，它将在20年内超越美国。Care Tools 是这一切的底层逻辑。Care Tools 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所有人绑在同一条船上。但这套系统有一个从未被说出口的前提，它只在方向不变的时候有效。Aizen 有65%，Denso 有50%的产品卖给丰田，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单独转向。电动车时代的到来，发动机、变速箱，整条燃油车供应链的存在价值开始重塑。丰田不是不知道 EV 是未来，它是不能快，因为快意味着让几十家供应商即刻死亡。未来的汽车，无论是电动、氢能还是其他什么，都会是软件驱动、迭代加速、供应链重构的产物。而 Caritas 的问题在于，它正在让日本丧失选择权。日本新车销量中，混动占比已超过50%，混动是日本唯一还站着的阵地。但这恰恰证明了 Caritas 的逻辑：发动机还在，变速箱还在，供应商的核心技术继续产生价值。混动的优势不是日本侥幸，而是 Caritas 本该如此的样貌。2025年，纯电动车在日本新车销量中的占比1.3%，同期全球平均已接近25%，中国接近50%。更刺眼的是，这个数字不是在增长，而是在连续下滑。2024年日本市场的纯电车渗透率比2023年下滑了32.5%，而2025年比2024年又下滑了8.6%。然后是这个细节，比亚迪进入日本市场仅仅1年多，在纯电车销量上就已经超过了丰田。本田2025财年汽车业务运营亏损1664亿日元，利润率负1.6%，日产连续4个季度亏损。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历史峰值24.1%暴跌至10.8%，不足巅峰的一半。Care 为什么不能转型？第一把锁，供应链抚养。其他国家的车企给供应商一张图纸，说按这个做，供应商是执行者，整车厂是决策者。日本不是这样的 ，Care 的逻辑是，供应商的设备能做什么，研发走到哪一步，成本能不能接受，这些全部要纳入整车厂决策里。供应商不是零件提供商，是共同开发者。这套逻辑造就了丰田的极致品质，但它也意味着丰田换一个零件，不是一个采购决定，而是一场重新谈判。转向纯电不是一个战略决定，而是要等几百家共同开发者同步准备好。2024年，本田仅 EV 转型相关的一次性支出就已经高达2240亿日元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帮供应商完成他们自己应该完成的转型。这不叫供应链管理，这叫供应链抚养。第二把锁，政治选票。爱知县丰田市、静冈县滨松市、神奈川县后木市，这些汽车重镇是执政党自民党最稳定的票仓。550万汽车从业者加上家属和相关人口，超过1000万张选票。日本全国众议院选举总票数不过6000万左右。任何激进推动电动化的政策，对选区议员而言都是政治自杀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这是选举算术。
欧盟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已经立法，英国2035年已经立法，日本至今没有一张明确的时间表。不是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是没有人敢第一个说出来。第3把锁，迭代速度。竞争对手的新车开发周期已经压缩到18个月，日本的 Kairetsu 决策机制需要48到60个月，减产要和工会协商，关厂要地方政府背书。这套机制本意是保护，看似保护的是劳工就业和税收，但实质保护的是停滞。等工厂真的要关的时候，都会保不住。对手的研发团队在讨论下一代车型，日本车企还在等上一个决定的签字盖章。中国 EV 销量年增速为40%，每耽误1年，差距不是加法，是乘法。市场不会因为你的善意而奖励份额。半导体、机器人，同一个结构在3个产业重复出现，不是因为日本人不聪明。Kairetsu 让所有人都有动力把现有的东西做到极致，却没有人有动力去压住一个会破坏现有关系的新方向。这套体系的天花板就是他自己。2023年，丰田开始出售持有的 Denso 股份，价值约7000亿日元。这不只是一笔财务操作，这是70年来 Kairetsu 关系开始松动的信号。那条把所有人绑在一起的绳子，正在被丰田自己亲手剪断。2026年，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突破50%，比亚迪季度销量超过大众全球。这背后是国家意志，方向定了，所有人跟着跑。委员会需要共识，而国家只需要一个决定。这种体制在窗口期的速度，委员会永远给不了。国家意志的优势，当方向对时，无可匹敌。一个指令，同一条赛道，40个品牌同时起跑，不计代价，饱和式发展。举国体制能赢得战役，但它需要一个正确的目标。中国足球排名从2004年的37位变为2025年的90位，投入持续增加，结果持续下滑。这也是举国体制。半导体大基建1、2期投入超3000亿，累计专项投入1.4万亿。先进制程接近空白，不是钱不够，是顶尖的工程突破需要的是容错、跨界、意见、失败的自由。这和举国体制的基因是冲突的。举国体制的有效边界是已知终点的赛跑，目标清晰，路径可见。这种情况下，它的速度无可匹敌。但当技术进入无人区，没有人知道终点时，举国体制就开始和足球犯同一个错误。问题是下一代 AI 和芯片新能源技术的终点未知。马斯克已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，电动车行业以他为标杆，航天业以他为参照。这种崇拜是真实的，我们不否认他背后的成就。上海工厂11个月建成量产，火箭回收成本降低90%。它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是一套制度持续下注的结果。风险资本、精英大学、移民人才、破产保护、文化对失败的宽容，这套土壤不依赖任何一个人。盖茨、乔布斯、贝索斯、马斯克，同一片土壤，不同的世代，持续输出。问题不是马斯克有多特别，而是产生马斯克的那套系统到底有多可持续。当他产生的个体强大到足以反噬产生他的制度本身，会发生什么？马斯克收购 Twitter， 介入政治，掌控星链的军事应用。这不是商人在经营企业，这是一个被制度赋权的个体，开始重塑这个制度本身。与此同时，这片土壤正在发生变化。AI 时代的资本门槛比 PC 时代高一个数量级，移民政策在收紧，监管正在追上来，地缘政治正在关闭全球市场。盖茨那一代需要一台电脑和一个车库，下一代需要的也许是一个国家，而能提供这种规模的，也许只剩2种体制：举国体制或者另一个马斯克。Kairetsu 锁住了改变的能力，举国体制锁住了方向调整的自由，个人意志锁住了继承与传递，并开始反噬产生它的制度。没有一种是终局答案，每一种都在某个时代无比正确，在另一个时代成为自己的囚笼。1980年代，全世界都在研究日本，他们是怎么赢的。现在有人在研究中国，有人在研究马斯克，他们都相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系统。也许他们是对的，只是下一个窗口打开的时候，谁会是下一个 Kairetsu？